随着王谦的胜利，接下来名都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纷纷登场，但面对王谦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势，他们毫无还手之力，接连被击败。名都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原本准备在个人淘汰赛结束后进行团战，却没想到王谦并没有要求团战，而是继续进行个人淘汰赛，这让名都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措手不及。名都魂导师学院的队长徐天真上台与王谦对峙，却在关键时刻说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你长那么大干什么？”比赛一开始，他利用言语挑衅王谦，试图激怒他，但王谦并没有上当，王谦的杀气瞬间消失。比赛开始后，王谦凭借黄金龙枪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徐天真则展现出了他强大的太阳武魂。徐天真施展了第3魂技太阳神光和第1魂技太阳倒影，将整个比赛台笼罩在一片金红色光芒中。他的第5魂技光芒万丈更是让比赛台上的温度持续上升，仿佛大地在泛起岩浆一般。王谦面对这样的强敌，暂时选择了静观其变。他闭上双眼，全身覆盖着金色鳞片，仿佛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活火山。徐天真的太阳武魂是日月帝国皇室直系的传承，拥有至刚至强的太阳之力，能够借助太阳之力来壮大自身。他的光芒万丈魂技不仅提升了比赛台上的温度，还凝聚了来自天空中太阳的力量，持续时间越长，积蓄的能量也就越庞大。此时比赛气氛极为紧张，名都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也站起身来关注着比赛。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徐天真再输了，他们就真的完了。而身为裁判的不破斗罗正战则有些郁闷，他需要在比赛台上观察双方比拼，但面对这领域类魂技，他只能硬扛领域带来的效果，虽然不会受到伤害，但被烘烤的感觉并不好受。徐天真施展了第3魂技太阳神光和第1魂技太阳倒影，将整个比赛台笼罩在一片金红色光芒中，温度持续上升，连钢铁都开始融化。霍雨浩虽然担心王谦，但他相信他的实力，同时也为了唐门，他暂时不插手。比赛进行到1分钟时，徐天真发动了第6魂技太阳凝视，将积蓄的太阳能量瞬间压缩凝聚，整个比赛台上的光芒剧烈扭曲起来，直指王谦所在的地方。就在霍雨浩准备出手帮助王谦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王谦的黄金龙武魂竟然吸收了太阳的力量，他身上的衣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层黄金琉璃甲胄，气息恐怖而高贵。原来黄金龙的力量源泉本就来自于日华之药，也就是太阳的力量。徐天真的太阳武魂反而帮助王谦提纯了血脉的力量，使他的魂力提升了1级。徐天真目瞪口呆地看着王谦的变化，他的攻击落在王谦身上毫无作用，反而像是大补药一般。最终徐天真无奈认输，王谦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继续比赛。徐天真甚至惋惜地表示，如果王谦是男人，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她。王谦在比赛结束后也迅速离开了比赛台，因为他那由太阳真火凝练而成的甲胄不能持久，而且他也需要尽快吸收今天得到的好处，巩固实力。史莱克学院因此成为了第一个出现的4强队伍。其他宗门的选手们在看到王谦的表现后都感到了压力。原本他们并没有太把史莱克战队放在眼里，但现在王谦的实力已经让他们不敢轻视。在休息区，贝贝和霍雨浩讨论着魂导器与魂师结合的重要性。霍雨浩认为，只有将2者融合，才能创造出最强者。贝贝也表示，日月帝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拥有大量优秀魂导师，而原属斗罗大陆3国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他们计划回去后让轩老师为大家量身定做适合的魂导器，以提升整体实力。霍雨浩还表示，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他会去星罗帝国参军，处理家里的事情。王冬儿对此感到惊讶，他从未听过霍雨浩提起过这件事。霍雨浩解释说，他要为自己的国家而努力，同时一步步走到和那个人等同，甚至是超过他的位置，让他在母亲坟前忏悔。王冬儿表示，霍雨浩真的变了很多，不再是小时候那么愤世嫉俗了。霍雨浩笑着说，老师曾告诉他，人生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脸上有笑容。他希望能参与战争，让战争的时间尽可能缩短，让更多人开心的笑。贝贝和王多儿都被霍雨浩这番话震惊了，他们没想到霍雨浩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王多儿表示，他也想做个好人，会始终追随霍雨浩。贝贝则表示，霍雨浩给了他一个目标和理念，感谢霍雨浩。此时比赛台也已经清理完毕，8强战的第2场即将开始，是傲剑宗对震天龙门。这2个宗门的实力都很强，各支战队都更倾向于在第1场比赛就派上强力队员。比赛开始后，天龙门的星焰率先发难，展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和战斗气势。傲剑宗的吴亦凡也不甘示弱，展现出强大的剑气和气势。2人的战斗充满了紧张与刺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星焰在空中施展龙之流星准备下砸，但感受到吴亦凡的青钢神剑威胁后，机智地将攻击方向改为斜下方，利用速度和防御力摆脱了锁定。吴亦凡的青钢神剑紧追不舍，星焰则在半空中解除龙之流星魂技，准备应对。星焰心中羞恼，调转身形，爆发出强悍的龙吟，全身鳞甲张开，6个魂环光芒闪亮。就在大家以为他要硬拼时，
他却狡黠地拿出一门重型魂导炮爆裂巨炮，对准青钢神剑轰出一团暗红色光芒。这一炮威力巨大，瞬间消耗了他大量魂力。青钢神剑无法改变轨迹，全力下冲，与红光碰撞，引发剧烈轰鸣，青红光芒形成巨大双色光球。星焰嘴角露出胜利的喜悦，认为这一炮足以重创吴亦凡。接下来就是他全力爆发的时刻。然而，观战的剑赤季绝尘突然脱口而出：“天龙门输了。”他声音洪亮，引得天龙门替补队员怒视唐门。就在这时，比赛台上风云突变，一道不起眼的青光从天而降，青碧澄澈，翠绿鲜艳欲滴，轻盈如羽毛。但下一刻，星焰全身龙鳞变成青碧色，魂环悄然破碎，鳞片四溅被斩飞出去，一道巨大伤口从额头蔓延到小腹。幸亏不破斗罗及时出手，否则星焰就要开膛破肚了。星焰并不弱，但他大意了，轻敌了。那一抹青光太过不起眼，等他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阻挡。青光落地，吴亦凡从其中脱离，脸色苍白，手中的青钢剑变成一柄长约3尺、宽仅2寸的长剑，青碧色光滑如水波荡漾，光可见人。这是青钢剑第6魂技脱壳。吴亦凡最大的杀招就是在第5魂技青钢神剑状态下爆发出第6魂技，从青钢神剑中剥离出神剑本体，爆发出最强杀伤力。即使星焰没有大意，在硬碰情况下也挡不住这一剑。他唯一可能获胜的机会就是一炮轰出后立刻飞起远遁。星焰的失败并非战术问题，而是对阵心态问题。天龙门从一开始就小看了傲剑宗，过于自信，导致星焰这一败。星焰倒在比赛台上，虽然被不破斗罗挡住大半剑气，但侵入体内的部分仍令他重伤，伤口血流如注，隐隐有青光泛起。傲剑宗胜，防护罩开启，一名天龙门青年迅速上台，将星焰抱下，然后重新上台。他身材高大，接近2米，深蓝色钢针短发，无袖队浮露出粗壮手臂，全身散发彪悍气息。你是傲剑宗的队长？青年走向比赛台中央，神色冷冽。吴亦凡沉声回应：不错。虽然赢了第一场，但吴亦凡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已是傲剑宗最强者，其他人大多在55到59级之间，只有他一个魂帝级强者。天龙门一直关注星焰，而眼前这名青年从未出现过，吴亦凡却能清晰感觉到他比星焰更强。尽管星焰被重创，后续比赛不能上场，但天龙门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休息区中，霍雨浩低声问贝贝：大师兄，为什么我从天龙门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了和你有些类似的气息？贝贝轻轻点头，表示也感觉到了对方武魂与自己相近之处。比赛继续进行，天龙门的玉天龙上场，他没有模仿星焰的战斗方式，而是大步走向吴亦凡。面对他的吴亦凡却感到如面对山岳般的压力，且山岳在逐渐变大，有些喘不过气来。刚才一战消耗了吴亦凡近1半魂力，还受到一些震荡。他沉稳下来，催动魂力继续恢复，青钢剑武魂释放在身前，恢复到最初形态。玉天龙右手抬起，蓝色电光蔓延，蓝紫色鳞片浮现，身体不断变大，跨过场地中心时，身高已达2.5米，肩宽超1.5米，双臂上鳞片厚重，电光缭绕，看上去像人形怪物，连眼眸都变成蓝紫色。蓝电霸王龙。霍雨浩脱口而出，扭头看向贝贝。贝贝沉声确认，并解释他们这一脉传承自蓝电霸王龙，但因异变进化为黄金圣龙，蓝电霸王龙血脉流失许多，所以并非真正的蓝电霸王龙武魂。纯正血统的蓝电霸王龙如玉天龙这般，爆发力和破坏力极强。霍雨浩问及黄金圣龙与蓝电霸王龙哪个更强，贝贝表示只有打过才知道。比赛台上，面对玉天龙，吴亦凡额头渗出汗渍，他不是季绝尘那样的剑痴，心中也有正常人情绪。季绝尘若在，就算面对封号斗罗也敢硬拼，这是意志力的差别，也是季绝尘能领悟剑意与领域的原因之一。此时季绝尘已闭上双眼，因吴亦凡斗志大不如前，不足以勾起他的兴趣。吴亦凡看着玉天龙巨大身躯，心理承受能力达极限，暴喝一声，身剑合一冲向玉天龙，剑意强盛，却少了上一战的一往无前，这是气势上被压制的结果。玉天龙没主动迎上，停下脚步，手臂绷紧，龙爪紧握，周围雷电光芒收拢。吴亦凡剑芒射出，玉天龙身上雷电迸发，汇聚成雷球炸碎剑翼。吴亦凡战斗经验丰富，知获胜机会不大，只能拼爆发力，一上来就用大招。吴亦凡像一道青光般悄无声息地接近对手玉天龙，玉天龙似乎毫无察觉，依旧站在原地，双手释放出强大的雷电力量，将吴亦凡的攻击一一化解。吴亦凡抓住机会，将全部力量凝聚在剑尖，直取玉天龙的背后。就在剑尖即将刺中玉天龙的瞬间，裁判不破斗罗犹豫了。他意识到玉天龙的实力更强，但是否应该出手阻止呢？就在这时，玉天龙突然横移一步，巧妙地避开了吴亦凡的攻击。吴亦凡的剑从玉天龙腋下穿过，而玉天龙则用左臂夹住剑身，右腿如同龙尾般扫向吴亦凡，雷霆之力瞬间爆发，将吴亦凡击飞出去。
不破斗罗及时出手，轻轻一拍，化解了玉天龙的部分力量，让吴亦凡重伤，但不至于致命。玉天龙虽然没能直接击败吴亦凡，但他已经赢得了比赛。随后的比赛中，玉天龙凭借强大的实力接连击败对手，帮助天龙门强势晋级8强，成为第一个小组第2翻盘的战队。接下来，天龙门将在半决赛中与黄金龙女王秋儿带领的史莱克战队展开激烈的对决。上午的比赛就此结束，8强战的后2场将在下午继续进行。在史莱克学院这边，戴华斌、曹景轩等人的脸色都显得有些沉重。他们没想到对手的实力如此强大，尤其是玉天龙，他的实力似乎不在王秋儿之下。再加上星焰的6环魂帝水准，史莱克战队在半决赛中面临的挑战非常严峻。唐门的成员们也回到了酒店，距离下午的比赛还有一段时间，他们需要抓紧时间休息和制定战术。贝贝召集大家开了个会，讨论上午比赛的感受和接下来的对策。徐三石表示，天龙门的玉天龙实力强大，他的蓝电霸王龙武魂甚至比贝贝还要强。贝贝也承认，玉天龙的武魂非常纯粹，天龙门整体实力不容小觑。霍雨浩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唐门可能会遇到大麻烦。他分析了天龙门和本体宗的情况，推测血魔宗可能是本体宗的藏身之处，这意味着唐门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可能会遇到强大的对手。尽管形势严峻，霍雨浩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气馁，唐门也有自己的优势。他提出在个人淘汰赛中先出场，利用自己对本体武魂的了解和丰富的战斗手段，争取赢得至少1场比赛。贝贝和其他成员也表示支持，大家决定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挑战。